彩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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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送你去医院。二位玫瑰酥糖。哦，好，您二位是一起的？不是一起的，分开装。哦，好嘞。慢走。我娘已经出院，你如果是想去看她的话，我可以送你过去。那你帮我把这个交给江夫人。你不要执迷不悟了，好不好？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。你也见识到了我们复生的实力，怎么，怕了吗？你很快就会看清楚你身边人的真面目。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一个打压同行、欺行霸市，还用恶劣手段诬陷我妹妹的人。江玉，你真卑鄙！干什么？用这种手段去逼垮所有的中小制染坊！放手！没事，放手。我不过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已。只要你出比我们高的工钱，那所有的工人不就回来帮你了吗？有本事凭实力，用这种手段算什么？生意场上拼实力是一种，拼手段也是一种。有胆子开场，就要有胆子输。我不会输给你的。我也不想你这么早认输。把钱拿出来就解决了，啊？什么钱？让我来提醒你一下，我接手的玲珑可只是一个空壳子，账上的钱都不见了。那么大笔钱究竟去了哪里？好好想想，怎么保住你的复生吧。站住！你不能进去。我找你们江老板，请你们让下。这是长林新调的采样，你盯一下。好。大小姐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大小姐，你们两个都让开，小姐。吴小红，你来干什么？菲菲，你先出去。江玉，复生只是个很小的店，它根本就不可能与玲珑相抗衡。你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？为什么非要击垮他？你每次出现，都是为了跟我吵架的。以前，我是针对你，是做了很多让你生气的事儿。可你不能把对我的火撒到少天哥身上，毕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江玉，算我求你，能不能放过复生？这是你第一次为周少天来求我。周少天真的值得你这样放下姿态，低头求我吗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一定要把复生逼到绝境。你为什么不能放过复生，放过少天哥？在你眼里，我暴虐冷血，所以我只能通过事实让你看清事情的真相。我只会通过我现在看到的一切，看清楚你衣冠禽兽的真面目。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到底我怎么做，才能让你放过复生，放过少天哥？
我不是衣冠禽兽吗？在禽兽眼里，没有手下留情这4个字。你会有报应的。把东西放下！把东西放下！给我放下！时限还没到呢！都抢了！你们抢了！全都抢了！姐，你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哎，少天哥，我正要去找你。这个，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？不用了。你别嫌弃，我只有这些了。少天哥，这些你快拿走，这是我娘的私房钱。死丫头，你把娘的棺材本都给拿出来了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别打了，夫人。你们所做的这些，我全部都记在心上。但是这些对傅生来说，都是杯水车薪。我谢谢你们。哼，谁说不是呢？与其给你败光了，还不如让彩云去买法国香水呢。哦，娘。少天哥，你喝太多酒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我没事儿，人生难得几回醉嘛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人越是难受的时候，越是要打起精神来，你说是吗？你放心吧，以后不会了。对了，我托了爹生前的几个朋友，总有1、2个。太皇，我想好了，我带你离开湖州，我们远走高飞。那傅生怎么办啊？有你在的地方，就有傅生。傅生不重要，你重要。可是，我们还欠着好多债呢。那我们就一点一点还，挣多少还多少。这样行吗？我们去天津吧，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可是，现在我爹还有玲珑的仇都没有报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。彩虹，现在的情况，江玉逼我们逼得那么紧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非得把我们全家都逼死不可。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，躲上几天，等羽翼丰满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报这个仇。少天哥，你这个决定太突然了，你容我再想想。
现在正是复生需要人手的时候，你干嘛跑这儿来？怎么不说话？江玉，你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的，都不觉得我爹的冤魂一直在盯着你看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你逼得少天哥走投无路，害得彩云连书都读不下去。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们吴家仇人这一点，永远都改变不了。我一直没有打算成为你们吴家的恩人。就算吴宏达没有死，我还是一样可以把玲珑拿到手。我何必多此一举，给自己添麻烦呢？鬼话！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今天所说的一切。我后悔的是认识你这样一个恶魔。你儿先回去冷静冷静再说吧。我现在很冷静，你不要自以为是。你看，现在的阳光这么美好，你都感受不到的，因为你这样的人，心里全是黑暗。就算你现在拥有玲珑，也不能怎么样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就是她，吴家大小姐。哦，听说你要借爷的钱，是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敢来？我一定会还的。爷，我告诉你，爷我这儿可是高利贷，你们吴家破产了，复生也不行了，这会儿找爷借钱，你打算拿什么还呢？我一定会还的。借钱也总得有个抵押的东西，你打算拿什么抵押呀？我用我自己抵押。你是个明白人，借爷的这些钱，如果到时候还不上，可别怪爷对你不客气哦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借不借？给个痛快话吧。痛快！看你这样，爷还真不舍得咔嚓来。你们吴家姐妹也是湖州有名的姐妹花，要是还不上，也可要把你卖到窑子去。我说，想清楚了，借还是不借？借。好，你等着。喂，江老板，我是胜利钱庄的钱富贵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得到消息，说吴彩虹从地下钱庄借了高利贷，把钱还给了小作坊主们。那个周少天干什么吃的？让一个女人去借？这周少天最近没动静啊。消息可靠吗？当然了。这个时候借高利贷，他们拿什么还？吴彩虹还真以为他是劫富济贫的侠士，可不是嘛，那帮人可都是杀人放火都敢做的主儿。这吴大小姐胆子也真够壮的。行了，等我消息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喂，李婶儿，一会儿小姐回来帮我告诉她，说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
晚上我直接去崔府等他。好。我后悔的是认识你这样一个恶魔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守着玲珑和你的仇恨过一辈子。吴彩虹，什么？跑路了？别着急，他们走不了多远的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那些钱打了水漂了吗？不是。这样吧，多派些人去车站、码头，还有出城的各个路口好好守着。好，我这就去找陈所长，还有戴尔龙。等等，啊，找陈所长没有用的。陈所长是吴宏达的好朋友，他怎么可能帮你去抓好朋友的女儿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联系过李厅长了。哎呀，还是姜老板您神通广大，那我就去了啊。嗯。站住！完了，不知道伯母和我姨娘他们怎么样了。等摆脱了他们之后，我会安排的。哎，我们歇会儿吧。我怕他们在后面，我还能坚持。休息一会儿吧。来。彩虹，都是我没用，害得你跟我亡命天涯。害怕不害怕？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玛丽跟我说过，以前你们在贫民窟，甚至可以为了一个肉包子打起架来。这样的生活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我爹在世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挨饿的滋味。直到我爹去世之后，我才知道，现实真的很残酷，也能体会到少天哥以前经历的痛苦。彩虹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哎，那边有车，走。等一下！等等，等一下！你不要命了？这撞到你怎么办呢？实属无奈，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有急事要出城，想搭那个便车。师傅，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真的很着急。不是不想帮你们，你们看这车装的满满的，这怎么能装人呢？师傅，这个你拿上，帮帮忙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俩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不会是后面有人抓你们吧？师傅，你看我们这孤男寡女的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好人有好报，帮帮我们吧。是，帮帮我们吧。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俩明摆着就是私奔呐！这我要是拉上你们俩，叫人捉住了，那我可就摊上大事了。没准你们家人还要到警察所去告我呢。这样吧，我只能拉你们其中一个人出城去，要是给人拦了，我也能圆过去。不行，要走我们俩得一块儿走。你看，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，拉上你们要是犯了事儿，我可真吃不消。算了，你们还是再等等。师傅，麻烦你把他一个人带出城吧，帮帮忙。
小子呀，好命啊，碰到了这么好的姑娘。哎，太让人羡慕。少天哥，等你醒来了，可千万别怨我。停车！吴彩虹，吴彩虹，吴彩虹，你敢不辞而别？我们又不是朋友，我走不需要告诉你。你不可以离开。我不是你的奴隶，你没有权利要求我。放手！哎，江宇，你放我下来！江宇，放我下来！干什么呀你？停车！停车！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彩虹，哎，你找那姑娘啊？那姑娘呢？那姑娘啊，咔嚓一下，你就啪叽趴下了。是我给你扛上车的，那姑娘没上车。没上车啊？她托我带你出城。哎，我可是把你带出来了。哎，小伙子。那边警察呀，就等着抓你呢。你现在回去，不是肉包打狗回不来了吗？大哥，哎，我不能把彩虹丢下，我必须回去找她。我叫周少天，大哥的恩情我记在心里面，日后一定答谢。谢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千万小心呐！哎，这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小伙子呀。周少天，你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让你走就走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告诉你，赶紧还钱吧，别想着再逃了。钱老板可不是好惹的人，黑白两道都有朋友，你逃不了的。哎，像你这种小角色，钱老板弄死你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到这儿做什么？带你见你最想见的那个少天哥。少天哥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还那么惦记他？你要是有什么怨气，你就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害少天哥。放心，
我不会伤害他的。我保证你过了今晚绝不会再想见到他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玲珑被你抢走了，傅生也被你击垮了，你还要干嘛？我就是让你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恶魔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江宇，你干什么？你松开！不好意思，先委屈你一下。想要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，就好好忍耐一下。不还老子的钱还想溜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没钱。没钱？周少天，你真能装啊！怪不得吴家大小姐被你骗得颠三倒四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从来没有骗过彩虹。没骗。哼，你和老蔡可是从玲珑那儿拿了一大笔钱，啊！我当初肯借钱给你，就指着你有本钱能还给我。你还真以为我会相信你能把生意做大了？啊？哼！谁想你小子够损阴德的，竟然卷铺盖跑路！我说过，我会想办法，就一定会想办法还你钱的。想办法？你想了什么办法？你欠了那么多人的债，还得清吗？到我手上还能剩下多少？钱老板，不要逼人太甚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你也爽快点。玲珑那笔钱你还我的债是足够了，剩下的钱还够你和大小姐重新开始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把钱拿出来，咱俩两清。啊？我没有，我说了，我真的没有。周少天，我要是不动点真格的，你当我是病猫啊你？我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给我打！行了，停！周少天，我劝你早点把钱拿出来，你也少吃点苦头。说了，我真的没钱。哼，好，来，带过来，这儿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看到了没有？他跟你一样，也是欠了我的钱不还。来，给我剁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你小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要是再不还，我把你也剁了！快点说，还不还？到底还不还？说话啊！还不还啊？不还我可剁了啊！到底还不还？快说！给句痛快话，说呀！江宇，你真卑鄙，有这种伎俩，无耻，小人！少天哥，少天哥，今天我非得彩虹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彩虹，你不是看我吗？看他，冲我来！这有什么冲我来？这算什么本事？最大的本事就是拿你的附身抵债。还疼吗？你别过来！你把少天哥怎么样了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
放心，他还没死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魔鬼！我不相信你说的话，我要去见少天哥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里都别想去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允许？如果你不想你的少天哥死得快，那你最好给我安静一点。让我进去！放开我！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江云，为什么不让我进？让我进去！江云，我要见彩虹！你们给我开我！不让你进！让我进去！别过去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江云，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江云，你有什么资格囚禁彩虹？你这是犯法的！敢跟我讲法律？你有守过法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还装呢？钱对你来说真的比命还重要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拿了玲珑的钱，证据呢？你这么咬着我不放，不就是想掩盖你？掩盖你杀了吴宏达的罪行，不是吗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江先生，江云，走！彩虹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会想办法来看你的。废话，江云，走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少天哥，那是你杀，我等你。这个杀人犯，我不会。吴小姐，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谢谢你。该吃药了，这是消炎和止痛的药。我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不可以出院啊？那可不行，江先生啊，特意交代过，让您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护士，我借了高利贷，那帮人不会放过我的，我担心他们会因此找到我家里去，他们心狠手辣，也一定不会放过我家人的。你就当帮帮我，让我回趟家好不好？吴小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是您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不能出院。我们医院啊，也要对病人负责任的。来，把药先吃了吧。好。吴小姐，这就对了，只要按时吃药啊，伤口才能快点好。谢谢你，护士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来，我扶你。慢点啊。谢谢。又来干什么？找打呀！就是。这医院，你们家的？这椅子，你们家的？坐一坐不可以吗？怎么了？大少爷，大少爷。想耍什么花样？坐一下怎么了？那你说，如果吴彩虹知道你的真面目，他会怎么对你？
连我都差点被你骗到。一个小小的手链，你未免太认真了吧？江宇，你够阴险！你伙同钱庄的老板，抓了我，抓了彩虹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敢伤害彩虹一丝一毫，不会放过你。为什么不放过我？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，到底是谁不会放过谁啊？慢慢坐吧，我去看看你的女朋友。吴彩虹，吴彩虹，怎么了？彩虹呢？你瞎了？为什么问啊？我告诉你，江宇，这都是你造成的。彩虹要出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不去找，你就知道了吗？走开！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走，该离他远点的人是你，赶紧把人找回来。走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找！什么人呐？你们干什么的？我们找吴彩虹。吴彩虹不在。不在，他欠我们钱，今天到期了，知道吗？欠什么钱呢？胡说八道！走走走，快走！少啰嗦！兄弟们，把这个年轻的给我抓起来，把他给我卖到窑子里去！好，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求求你们放开我！住手！彩虹，姐姐，你们在干嘛？吴彩虹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今天我就是找你收钱来的。彩虹，你快走啊！这些人你惹不起的，你快走啊！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钱是我借的，你们要杀要剐冲我来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放了我妹妹还有姨娘。好，兄弟们，放开！这位大哥，这样吧，别抓我女儿了，卖我也不错的。当年我也闯过大江南北，也曾是头牌花旦来着，对吧？也不错啊。姨娘，小孩子插什么嘴啊？大人说话别插嘴。我告诉你，我开的不是养老院，不会要你这种老太婆的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让开！哎，走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他！放开我！哎呀，我们再谈谈。放开！姨娘，放开我女儿！给我！住手！把他放开！放开！姐姐，少天哥！你们放开他！少天哥！放开他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有什么呀？你帮他还钱是吧？你有这能耐帮他还吗？周少天，彩虹为了你借高利贷，如果你还是个男人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得给我个说法啊！周少天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？别浪费我时间了，你还欠着胜利钱庄的钱呢，赶紧把钱还上吧！啊！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下次你要见她的话，恐怕只能到窑子里去了。别打了！放开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放了他吧！快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彩虹，张天子，他欠的钱我。你怎么着啊你？停手！
你刚才要说什么话？说吧。我说，就算打死我，这钱我也还不上。你装！没钱还装大爷！这么装！没钱管闲事！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！江宇，你帮帮忙！我求求你帮帮忙！我求求你了！还装？还不还？有没有钱？说！我救他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喊装！你赶快说！我还没有想好，先答应下再说。装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哼，管什么闲事儿？哼！别打了。他欠你多少钱？说个数吧。少天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要我答应你做什么？跟我回去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？你刚才答应过。不行。江宇，我不会让彩虹跟你走的。刚才你明明有机会可以去帮他的，但是你没有。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就是啊，我们彩虹是要想荣华富贵的嘛。周少天，你就别再妨碍他了。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少天哥说话呢？少天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没事的。不行，你不能跟他走，他会伤害你的。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我们走吧。彩虹。长长的等待，等不到你爱的开口，苦苦的寻找，找不到你心的渡口。舍不得放弃，又不能拥有，进退间苦苦争斗。你的眼未看透，你的心未猜透，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。周少天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，才会来求我？你替我还了那么多钱，还说让我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你说吧，条件是什么？那么着急就想跟我谈交易？就算你是恶魔，条件再苛刻，我也不会怕你。你说，签份卖身契，来我们家当下人吧。我不同意呢。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替我还了那么多钱，足可以买好多个下人了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折磨你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。你是个变态！看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按上手印吧。3年，3年之后你就自由了。就3年。要不是那天你通风报信，周少天早就招供了。谁会要钱不要命？不是少天哥做的，他为什么要承认？你这个恶魔，竟然用多人手的方式来逼供，哪怕他屈打成招，我也不会相信。如果我是恶魔，你就是个笨蛋。随你怎么想，手链还给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江家的下人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还我手链！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都等你1上午了。菲菲。你派人去把吴彩虹欠的高利贷给还了。哥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替他还债啊？因为他和我签了3年的卖身契。哥，我们家又不缺下人，更何况吴彩虹她能干什么呀？行了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总算打扫完了，累死了。娘，都是我在打扫，你又没打扫，您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辛辛苦苦啊，我看着都累。来来来，坐啊！娘，今天可把我给吓死了。哎呀，你姐姐真是的，心肠软。我们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跑去帮那个周少天借高利贷，那帮人可真是惹不起，都是强盗啊！啊，姐姐还在医院呢，我得给她送点吃的去啊。哎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有江鱼在，能没有吃的吗？这个人啊，别看他脸冷冷的，没表情，我看出来了，他对你姐有意思，要不然怎么会在你姐姐身上花这么多钱？跟着江鱼吃香的喝辣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娘，我不喜欢你这样。少天哥对咱们家多好呀，对姐姐也好，我支持少天哥。你懂什么呀？咱们家现在不比从前了，你姐跟着周少天那个穷小子，能有前途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争了，就算不送吃的给姐姐，也得拿点换洗的衣服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彩云，你过去啊，帮你姐姐洗洗涮涮，她受伤了不方便。记住，一定要说姨娘很惦记她。跟着江鱼生活之后呢，别忘了咱们，知道吗？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跟着有钱的男人，吃好的喝好的，穿金戴银，有什么不好吗？俗气！哎，你记住了。娘，刚才医生说您的身体很好，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啊，就开了一点安神的药。咱们在这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他们现在正在给您开药呢。行了，累了一下午，你也休息会儿。我帮您念一下。娘，累不累啊？还行。上次就是你把口红放进我包里，还诬陷我偷东西的，对不对？
你凭什么说我诬陷你啊？如果你自己没偷东西，警察为什么会抓你啊？还不都是你诬陷我的？我没见过比你更坏的人了。你才是坏人，你姐姐也是坏人，你们全家都是坏人。你却敢骂我姐姐，骂我家人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你怎么了？就是因为你家人做了亏心事，才报应在你身上。你凭什么骂我家人啊？我就骂你怎么了？菲菲，有话好好说。怎么可以啊？我就问你长什么样？大爷，你还敢动手？我怎么好像听见彩云的声音了？是彩云的声音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什么样子啊？你干嘛杀我姨？别吵了啊！不吵了啊！哎，凭什么打？别吵了，姑娘，打的就是你！哎呀，快松手啊！松手啊！娘，姐，娘，菲菲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快醒醒！姐，他会不会死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彩云，你记住，你什么话都不要讲，有我在。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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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。菲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是他，就是我，我把江夫人推到楼下的。就是他，是他把娘推下去的。是真的吗？是。刚才我和方菲菲吵了起来，我一时失手，就把江夫人推到楼下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对不起。哥，刚才我和娘在走廊休息，他们两个就过来找麻烦，先是跟我打了起来，然后又把娘推了下去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娘，如果娘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菲菲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，就是我把江夫人推到楼下的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如果我娘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让你们不得好过。医生，我娘怎么样？江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所能采取的医疗措施对江夫人全都用了，但是江夫人还是没有醒过来。我觉得江夫人的头部可能因为撞击凝住了一个血块，如果那个血块消失的话，也许她就能醒过来。也许？什么是也许？我娘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？这个嘛，只能看天意了。也许几天，也许几个月，也许是一辈子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为什么？
我们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江家？对不起，你爹已经害过我爹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他？冷静点，放开，放开！你最好求神保佑我娘没事，要不然。江夫人，对不起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相信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，老天一定会眷顾您的，您一定可以醒过来。干什么？出去！吴彩虹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你马上给我滚得远远的！医生，过了这么多天，我娘为什么一点好转都没有？江先生，您别着急，其实江夫人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了。真的吗？前几天江夫人还不能吞咽。无论是药物还是营养液，都只能注射给她。今天清晨，江夫人已经可以自己吞咽流质食物了，这些都是好转的迹象啊。哦，那你认为我娘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？哈，这个你不要着急。江夫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我还真说不准。这个一半要看她自己的意志力，还有一半要看天意。江先生，这次我请您过来是想跟您商量。我觉得以江夫人目前的情况，你们可以考虑接她出院回家治疗，回到她所熟悉的环境中，或许对她的苏醒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娘可以回家了。以她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可以回家治疗。当然了，我们会定期给她做身体检查。谢谢医生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江夫人醒了没有。我娘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我家吧。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签过卖身契的。如果我娘醒不过来，我要你们全家一起陪葬。姐姐，彩云，这件事情谁都不能说。
彩虹，娘，姨娘，你地还没拖完吧？快去。彩虹，你要去江府了是吧？去江府做丫鬟。你别骗我了，我看得出来的，江瑜对你有意思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知道吗？我去江府做丫鬟，是因为我跟江瑜签了卖身契。你以为他替我还了那么多钱是白还的？你真傻，什么卖身契呀？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。江家底下缺人用吗？江瑜是用这个借口把你留在身边，可以天天看到你嘛。您说的哪里话呀？吴彩虹，你可是真傻，竟然放着江瑜这棵大树不抱，去找周少天那种小草。人往高处嘛，这可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得好好抓住啊！你能够嫁给江瑜，以后自然就可以享福了，也可以带着姨娘和彩云沾沾光了，对吧？恐怕我要让您失望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就是不听话。这是新来的下人，叫吴彩虹。我要先教教她在江家做下人的规矩。我叫大家来呢，是顺便也给你们一个警醒。在我们江家当差要尽忠职守，不能有半分逾越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张嫂，在，请家法。是。给我教训这个丫头，先打20件事。是。做我们江家的下人没那么容易，你要记住我说的话。第一，要绝对服从；第二，要绝对忠心；第三，要安分守己；第四，我们江家向来赏罚分明。如果你犯错，要心甘情愿受罚，不能心存怨恨。大小姐待人一向和气，而且你要记住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今后你再犯错，难道是做错事了？惩罚就不是今天打戒尺这么简单。亲自教她规矩，我一定会加倍惩罚。是他把夫人从医院的楼上推下来的，害得夫人到现在都昏迷不醒。怪不得大小姐要这么惩罚他，眼看就该让他偿命才对。我的话你记住了吗？我在问你话呢，回答我。记住了。张嫂，以后你可要对吴彩虹多多关照，好好调教她。是。少爷好，少爷好。大家都散了吧。是。江少爷，我请求你，让我照顾夫人。我没听错吧？你知不知道是谁把我娘害成这样的？你再敢接近我娘半步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求你们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我娘也是因为脑子里有血块，瘫痪在床。这个病如果照顾不周，很容易会恶化的。江少爷，我求你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让我照顾夫人。我一定会拼尽全力让夫人醒过来。你别在我哥面前装好人了，他是不会再相信你的。你们不答应你，我就一直跪在这里。长长的等待，
等不到你爱的开口，苦苦的寻找，找不到你心的渡口，轻轻的探问，问不出你爱的去留，重重的追赶，追不到你心的尽头，舍不得放弃，又不能拥有，进退间苦苦争斗，你的眼未看透，你的心未猜透，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，却已爱上了你给